本座有些想不明白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作为夜煞，怎么会为一个女人献身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诸葛首座怕是一辈子也想不明白。你也就能逞逞口舌之力了。即便你现身，对钟雪曼的案子也毫无用处。诸葛首座，现场虽然没有第三人的出现，但杀人的不是钟雪曼。混账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不是钟雪曼，难道是老臭虫自杀？当然有凶手，但凶手他不是人。不是人，难道是鬼不成？是天，是雷电。没错，是雷电。案发前后，天降暴雨，电闪雷鸣，杀死老臭虫的是雷击。一派胡言！您可以不信我，但尸体他不会撒谎。您大可叫仵作来验尸。尸体的头顶到脑后，沿着脑缝有一道裂纹，用棉棒探鼻腔可以取到焦化的脑液。死者随身携带的铁器也出现了磁化，这些现象都是遭雷击的特征。尸体烧焦如此之严重，这也是雷击所致啊？是的，因为死者是个酒鬼，死前曾经大量的饮酒，酒可助燃，所以尸体才会焦化。也正是因为焦化的严重，以往我们断定遭雷击致死的特征都被破坏了。例如，雷击处的皮肤会缩紧，肌肉会痉挛，胸、背、颈、脖这些地方都会出现类似于转纹的痕迹，在这具尸体上都没有。证据不止如此，夜叉庙年久失修，屋顶自然有漏洞。而我发现，在尸体的正上方，正好有一处最大的漏洞，而这漏洞旁的杂草都有刚被火烧过的痕迹，这些都足以说明老臭虫是被雷给劈死的。钟雪曼的案子可以到此为止，但是萧北明，你的案子，本座还要好好审审。来人，把他押入大牢。是。不可。钟雪曼，钟捕快。莫窥见，踏破天光何惧负万劫？无悔亦无怨，爱恨只一念。若临渊，亦自身窥见。未知中的深，为故人。这小钱到底怎么分啊？师兄真是秀外慧中，样样精通，千万别忘了还有个小师弟，他就莫小冲。哎，我这点钱是不是不用还了？免了。好嘞。不是你不是耳背吗？啊？不是你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首座说了啊，这次案子大家都有功劳，洪峰人人有份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来。这是你的。你的？哎，师妹，有我和我叔的吗？有啊。哎，师妹，我出力最多，功劳最大，凭什么我就一个啊？你猜？小财迷，你又私拿我的钱！雪曼，刘峰，居家就不，刘峰，你欠我的钱免不了了。就不必再多言，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这师兄再怎么看，他也不可能是夜叉。你们觉得呢？莫回首，莫窥见，踏破天光何惧负万劫？无悔。自身
为驰骋的雪，为孤勇的决，为所求的缘。纵然生死离劫，为宿命的约，为情景的念，同饮着离别，自长鸣心中的日月。方守则，您想知道什么？你到底是不是叶煞？是与不是，皆靠证据论证。方守则，这3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真相。我可以将我知道的如数告知于您，至于我是与不是，您自行判断。说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叫海牙的地方和一支叫岑风甲的军队说起。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一个从大齐版图消失的地方，和一支残杀过无数百姓的军队。我师父钟云尺，还有霍宗耀将军，都曾在这支军队任职。那叶煞呢？我猜测，他是海牙孤儿。海牙孤儿。 3年前高官被杀案和风波湖一案，均是叶煞在复仇，或者说，是海牙孤儿在复仇，而这场复仇至今仍未停止。有证据吗？老寿忠死前，我也曾在场，他亲口跟我说，叶煞在命他制作一种丹药，其丹药威力无穷，一旦制作成功，大齐将覆。好大的口气啊！ 既然把我交给了神不赢，我的命便在您手里。您如今有3个选择：其一，把我认定为叶煞，将叶煞案结案，甚至是可以把我处死。可若日后叶煞再度犯案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这未必是您能承担得起的。其二呢？其二，将我暂时关押，神不赢速速抓捕黄无常。 可以，如今神不赢的实力能不能抓到且不说，这是一场博弈与时间的博弈，比拼的是无数性命，甚至是无辜百姓的性命。无论是时间，还是叶煞，只要我们输其一，都是一场重大灾祸。相信我，让我去抓获黄无常。人犯已到，想怎么审？鞭刑还是杖责？ 大哥，大哥，轻一点我还能恢复呢。哎。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接下来该你了。怎么样了？诸葛孔明被关在安贞营的大牢里，根本进不去。又遇到那俩倒霉蛋，见到我们啥话也没说，只是让我们滚。哪俩？董良和王老啊。我俩上次来就是扒他俩衣服，我真服了。他俩在安贞营是出了名的记仇，今天指定进不去了。 进不去。你在这干什么？帮你们招揽生意啊？招揽什么生意？招揽生意？我们在这干嘛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这不是醉仙楼吗？你要再犯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 你们是说
今天什么日子？外面怎么会有鞭炮的声音？怎么了？是神捕营那群人在外面捣乱，他们把公子害成这样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跑到我们门口庆祝。公子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就把他们赶走。等等，李龙，你得帮我个忙。你们两个闹够了啊！来了，为了卸货，这次广告还放，放不放？先不放了。不放了，不找人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花钱了，什么情况？有病吧？是。公子，那群鸽子我已经放出去了。他们人呢？奇怪了，鸽子一放，他们就走了。没事儿。去客房，黄无常是要犯，就算朱国通更改押送路线，也需要经过刑部的审核，才能把消息传给诸葛孔明。各方没那么简单，你们去的时候小心一点。为了那些百姓，还请神捕营诸位务必能将黄无常绳之以法。一定。另外，我不相信能说出刚刚那番话的人，会是传说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。萧公子，祝你好运了。外面有消息了吗？钟雪曼他们在做什么？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传过来。公子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把萧北明交给了神捕营，让自己落到不见天日的地步，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可神捕营和暗针营毕竟是死对头，这不是在帮神捕营的忙吗？那些无谓的争斗，远远比不上人的性命和真相。可萧北明毕竟是夜煞呀。尚未证实。你不是一直问我，早就发现他在钟雪曼身边，却为何迟迟不抓他吗？没错。陛下早就下了旨，若是抓不住他，公子和首座都要掉脑袋。公子为何不仅不抓他，还几次故意放走他？因为这世上最不希望他是夜煞的人，除了钟雪曼，可能也就是我了。可是公子不是一直很讨厌萧北明吗？对。我厌恶他，厌恶他比我聪明，比我果敢，比我会缉凶查案。如果这世上有人最希望他死，那可能也是我了。我不明白，这就是人矛盾的地方。你最厌恶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你最敬畏的人；你最希望他声名狼藉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你最希望他能够重见天日的人；你最希望他死的人，也可能是你最希望他活的人。如果他真的是夜煞，那我这个一直追着他跑的人，岂不是这世上最蠢的人吗？可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是夜煞。没错，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是夜煞。首座一直告诉我，办案需要证据，缉凶需要证据。可有些时候，所谓的证据，就是遮蔽双眼的谎言。当他现身法场的那一刻，我看着他那双眼睛，我就知道没有赌错。倘若
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怎会为一己儿女私情只身犯险？又怎会有一帮不顾个人安危、愿意为他挺身而出的伙伴？所以，他一定不是夜叉。我可能关的时间久了，脑子不清醒。如果手座听到这些话，又该发火了。李龙，虽然你是我的护卫，但也是我为数不多可以真心以待的朋友。今天能跟你讲这些话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来，吃饭吧。公子，你说的这些，属下听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。属下不相信生病营那群人，更不相信萧北明。我知道。那我今天说的这些，你就当没听过。吃饭吧。但是属下永远相信公子，永远。这是神捕营那群人，他们想让我给公子递话，被我给拒绝了。他们便把信塞进糕点里，可还是被我发现了。谢了。